没穿安全裤的校花突然感到一阵凉意，发现旁边的同学正在偷看自己。同学痴迷的深咽一口口水，同时也注意到校花比出的友好手势，但他依旧无法自拔。校花无奈只好拉低裙摆。学习委员为了吸引校花的注意，突然袭击朝着课桌重重拍下，并释放出一个低沉但巨臭的臭屁。同学们瞬间破防，争先恐后的把头伸出窗外。就在他们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，无数辆军用卡车突然开进学校，在所有人震惊的注视下，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整齐排列，伴随着中尉的一声令下，他们即将正式接管学校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天空中突然出现无数颗不明球体，这些紫球充斥整个天际，所有人都在猜想地球是不是要灭亡了。一时间各种流言满天飞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韩国率先对紫球发起攻击，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受到攻击的紫球竟然开始急速分裂，没多久便布满了全世界。各国为了安抚民众的情绪，声称在对球体细致且权威的研究后，并未从中发现任何威胁人类的物质。就当人们逐渐习惯紫球的存在时，一颗紫球突然坠落在军营，他们立刻在其周围拉上警戒线，等待上级领导的进一步指示。谁料脾气暴躁的上尉不顾劝阻，拿起机关枪就是一顿突突。뭐야? 하, 시끄럽지. 잠자고 있던 전이를 부르네? 发现用机关枪打不动这玩意，他又下令拿来最新款的火箭筒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紫球区域被瞬间点燃。可等爆炸的迷雾渐渐散去，那颗紫球却依旧好端端的。就当众人疑惑地打量着前方时，球体突然不断闪烁着诡异的紫光，并伴随着恐怖至极的嘶吼声。我总统立即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，并号召高三学生参军入伍。由于事态紧急，当天下午就给每个人下发了枪支。尽管教官不断强调这不是演习，但未经世事的00后却不这么想，始终认为只是一场愉悦身心的夏令营。直到某天深夜，学渣在和学霸打架时，学校内再次坠落一颗紫球，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他们弹飞，但他们却丝毫不畏惧，甚至还主动上前观察细节。谁知那颗紫球突然张开血盆大口，背对着的学霸丝毫没意识到危险的来临。等他回头的瞬间，一只触手直接锁住他的脚踝，将他的身体倒挂在半空，任凭怎么去踢都挣脱不出来。学霸就这样领了盒饭，可事后老师却让他们不要走漏风声。在教官的带领下，他们走出学校，前往射击训练场。奇怪的是，整条街道上的所有店铺全都关门，甚至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如此诡异的气氛令老师毛骨悚然。虽然他大致已经猜到背后的原因，但为了避免造成恐慌，还是没有将真相告诉学生们。殊不知，正是因为这一错误决定，将会害死包括他之内的所有人。与此同时，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惊现一处深坑，而陷进里面的正是即将大肆屠杀的紫色球体。经过一整天的高强度训练，同学们都掌握了基本的射击技巧。就当他们即将返回时，带头的教官却嗅到了危险的味道，于是安排学生就地休息后，他和战友便在四周巡视。几番搜寻之下，终于来到了那个深坑旁边，但奇怪的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闲来无事的学生开始到处瞎逛，其中一个女生在垃圾桶旁发现一杆步枪，正准备拿起时，竟发现枪托上留有一只断手。她情绪崩溃的惊声尖叫，瞬间吸引了其他学生的注意。老师顺着断手的方向看去，地面上满是沾满血迹的鞋子，他失了魂似的朝前面走去。同学拦住他说可能有危险，他却固执的偏要继续往前走，直到看见令他毛骨悚然的场景，才慢慢停下了步伐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具已经缺胳膊断腿的女尸。实在太吓人了，整条街道竟然全是被摧残到不成人样的尸体，还有无数只从球体分裂出的紫皮蛾子。老师捡起步枪朝他们射击，但数量实在太多，没坚持几秒就潦草地领了盒饭。这时赶来的士兵继续火力压制，结果整个脑袋瞬间被紫皮蛾子切掉。受到惊吓的学生四处逃窜，但整座城市都已经被怪物入侵，哪还有什么安全的地方？他们的实力甚至连一只蛾子都对付不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及时赶到的教官一枪将怪物爆头，幸存者被吓得瘫软在地，但教官却没有过多安慰，因为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马上找到其他走散的学生。整座城市现在到处都是紫皮蛾子，到底该怎么去和他们会合呢？与此同时，被追赶的2名校花躲进了电话亭里，却在关门时不小心按响了报警器。警报声瞬间吸引了所有的紫皮蛾子，他们迅速放弃原本的目标，全都朝着电话亭的方向袭来，其中一只更是差点击碎了玻璃。眼看紫皮蛾子越来越多，生死攸关之际，教官及时赶到解救了他们。在教官的誓死守护下，剩余的学生才得以脱离危险。冷静下来的学生终于意识到，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军事训练，而是一场随时都可能暴毙的战争。众人向教官申请退学回家，但教官却告诉班长，他们的父母早就被疏散到避难所了。 그럼 우리도 대피소로 보내주시면 안 돼요? 소대장님. 너희들은 현재 군인이고 지금은 전시 상황이야.
퇴소한 건 불가능해. 教官把申请书窝成一团，他们唯一的希望也彻底破灭。回到教室，学生们根本不相信家长已经搬走，于是便提议离家近的人回去看一看。但现在学校全面实施封闭，想光明正大的走正门肯定不可能，那就只有选择翻墙了。几个学生信心满满的在夜间出发，结果还没2分钟就被抓到。为了震慑住这群叛逆的学生，教官放出狠话，说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士兵，私自出校就等于逃兵，以后再发现逃兵就当场枪决。学生们表面上服软，背地里又动起了歪点子。他们故意向其他班传递负面能量，怂恿他们一起造反。眼看设置的卡点就要被冲破，天空中突然再次坠落一颗球体。학교 안으로 들어가! 빨리! 야! 球体瞬间分裂出无数只紫皮蛾子，它们疯狂地朝着人类发起进攻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学生们四散而逃，士兵们则拼死守护他们的安全。但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，还没解决掉前面的就又坠落一颗，仅凭这几个士兵根本没法抵抗。危急时刻，一个美少女战士捡起地上的步枪。数百名学生死伤惨重，最后就仅剩下寥寥数十人。他们发了疯似的涌入教学楼，此时一颗球体又不偏不倚砸了过来，教学楼损坏严重，随时都有可能涌入大批怪物。为了活命，他们必须前往学校另一侧的生活楼。剩下的大部分侥幸逃到了安全区，还有小部分依旧被困在毒圈。他们虽然碰巧找到了一间废弃房屋藏身，但其中一个女生却在偷吃泡面时引来了一只外星生物。所有人迅速撤回屋中，并用重物死死抵住大门。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外星生物的智慧，没想到它竟飞上房顶，顺着烟囱管道爬了进来。反应过来的学生慌忙躲进不同的房间，其他房间的窗户都完好无损，只有智烈这间少了一扇窗户，便暂时用衣柜先堵住。可这怪物就像是愣头青似的，就算进不来也要在外面守着，不弄死他们誓不罢休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受伤的班花开始高烧不退，再得不到医治的话，恐怕就撑不下去了。智烈不想坐以待毙，决定悄悄溜出去，开着车库里那辆货车带大家逃命。他缓缓移开衣柜，轻手轻脚地绕到院子中央，确定那只怪物还在房间后，他便一路小跑冲到马路对面的车库。不料跑步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怪物，正当他到处找寻钳子时，怪物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身后。他死死盯着智烈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准备一击毙命。生死存亡之际，智烈无意间从后视镜里发现了怪物，他立马转身准备逃跑，可怪物的速度惊人，差点一头将他撞死。趁怪物缓冲的间隙，智烈不断抛掷杂物来干扰他的进攻，并趁机向房屋的方向逃跑。屋内的同学听到了智烈的呼救，立刻挪开重物打开大门，终于在最后时刻解救了智烈。虽然过程是惊险的，但还好拿到了能破窗的钳子。这次遭遇让众人意识到，这种怪物是依靠声音来辨识方位的，只要把电视机开到最大声，他们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。怪物果然被电视机发出的动静吸引，众人顺利逃了出去，随后救出另一个房间的几人，一切都按照预想的那样进行。万万没想到这时意外发生，播放影片的 DVD 突然发生故障，怪物瞬间察觉到异常，立刻顺着烟囱管道向外爬。泰万拼命用扫帚抵住他，为刚逃出来的同学争取时间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货车钥匙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此时怪物也从管道中挣脱，不断发起猛烈的进攻。오케이! 钥匙总算是找到了，但唯一会开车的阿乐却不会手动挡。这时一个女生提议他来开，阿乐却害怕他开不好。争执之下，钥匙意外飞进了墙缝里，怎么都够不出来。 그러게 왜 끼어들어 속도 모르는 게! 니나 깝치지 마, 병신아! 우리 집 운전하고 나거든! 眼看怪物就要从房顶进来了，有人就提议抛下受伤的班花，因为直接朝外跑可能还有一丝生机。众人沉默了，既然谁都不愿抛弃自己的同学，那就只剩唯一一个办法了，就是派一个人出去引诱怪物，其他人则趁机背着班花逃跑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张珠手握一把木棍，谁抽到最短的那根就派谁去。所有人都心事重重，生怕抽到的那个人是自己。抽签结束，明明抽中的人是阿乐，张珠却偷偷把自己的木棍折断。 난 것 같아. 간다. 望着手里只剩半截的木棍，阿乐陷入深深的沉思。张珠则义无反顾地朝大门外走去，不断敲击铁桶吸引怪物的注意。怪物果然现身了，飞速朝着他的方向袭来。张珠拼命闪躲，直到看见大家全都安全逃离了这里，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。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一处藏身地，才有可能活过今晚。但此时不幸的事情发生，他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木板，发出的声响立马吸引来怪物，差点被他一个突袭撞死。张珠迅速起身逃跑，奈何怪物的速度实在太快，根本没法甩掉他。张珠绝望地闭上双眼，直面死亡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同学阿乐突然手持液弹攻击怪物，怕冷的怪物瞬间丧失了战斗力，无力地瘫软在地。正当两人庆幸劫后余生时，怪物不知为何再次复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们袭来。还好赶来的教官及时扑倒他们。
成功获救的学生们还没来得及庆祝，就被军方紧急通知入伍，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士兵已经在战斗中牺牲。为了消灭聚集在市中心的怪物，他们必须迅速增援。收到消息的同学留下遗书，第二天便装备整齐准备出发。原本热闹的城市现在一片死寂，大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不说，连一个怪物也没见着。正当大家放下警惕时，雷达显示器突然提示前方有怪物，但无法预知数量，贸然前进的风险实在太大。教官灵机一动，拿起地上遗落的玩具赛车，直接往前扔了一段距离。玩具发出的声响立刻吸引来无数怪物，所有人迅速开始射击，但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，没一会便将他们的阵型冲散。就当他们即将溃败时，怪物不知为何突然停止了进攻，并集体从正面撤离。众人疑惑地循着怪物的方向过去，发现后面是一处紧急避难所，但诡异的是外面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人类残缺的尸体。众人疑惑地进入避难所内部，这里远比外面的场景更加惨烈，所有幸存者无一幸免，全部遇难。教官十分好奇，为什么怪物会发现这么隐蔽的避难所？难道他们的智慧已经远高于人类了吗？很快答案揭晓，夜间树翼在站岗时，无意间发现距离他们2公里的怪物正在和天空中的球体沟通。原来那些球体在天上负责侦察地形，而那些分裂出的怪物则负责屠杀。按照他们移动的方向，下一个要经过的地方是全市最大的避难所，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就在那。为了守护家人的安全，大家一致决定消灭这些怪物，于是准备在整栋楼里布满炸药，然后把怪物引诱过来全部炸死。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地布置炸药时，怪物突然提前开始行动，迅速朝着避难所的方向移动。事态紧急，教官只好下令提前打开音响引诱怪物，并用尽一切办法制造噪音。他们果然被巨大的声响吸引，数以万计的怪物蜂拥而至，眼看就要抵达这里了，炸药之间的连接线却还没有接好。教官下令所有人迅速撤退，他会尽快完成任务，全身而退。万万没想到怪物的速度会如此惊人，等他接好线准备逃离这里时，所有出口都已经被怪物包围。绝望的教官躲进一间教室，想看看能不能从楼上跳下去，但这个想法显然很不现实。教官知道自己已经逃不出去了，于是决定坦然面对这一切。他再次返回教室，紧锁住大门，让他们立即引爆炸药。